大家好，我是吴海波，欢迎来到岁月安心站。聊到养生补身体，您第一个想到什么？很多人会说吃点什么补补，牛肉、骨头汤或者海参、虫草，觉得把贵东西吃下去，身体就能好起来。但如果我告诉您，咱们身体自带的，不用花1分钱的大药房里，有个不起眼的小部位，养心补肾的效果可能比花大价钱买的补品还要好，而且我们平时几乎都忽略了它。在真正能让中老年朋友强心脏、补肾气、睡得香的养生高手榜单里，名贵药材都得往后排。排在前面的，反而是这个我们每天都看见，却从没当回事的小东西。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认识这个藏在身上，能帮我们调理身体、改善睡眠，甚至让头发变黑的养生药学。我还会分享一套最简单的自然疗法，帮大家每晚在床上就能轻松找回健康。在进入主题前，如果您真的关心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或者平时就喜欢琢磨一些不花钱的养生小妙招，请您先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并开启通知，这样就不会错过未来更多实用的健康知识了。在这里，岁月安心站只讲那些生活中没人告诉您，但对您身体实实在在有好处的健康真相。如果您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请在评论区输入1，这是对我们持续创作最温暖的支持。下面我们开始进入到今天的正题。首先，咱们必须先理解一个概念，那就是为什么人上了年纪，身上会有这么多毛病，失眠、心慌、夜尿多，这些问题到底是从哪来的？现代医学可能会告诉您是内分泌失调，是神经衰弱，但在我们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里，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指向了2个核心的脏腑，一个是心，一个是肾。中医认为心主血脉，脏神。这个神啊，您可以简单理解成咱们的精神活动。心就像是我们身体里的皇帝，是君主之官。如果心血不足，或者心火太旺，这个皇帝就坐不稳当，神就藏不住了。表现出来是什么？就是咱们晚上躺在床上，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翻来覆去睡不着，或者是睡着了，稍微有一点动静就醒，梦还特别多，跟连续剧似的。这都是心在告诉咱们，他累了，他需要安抚。再来说说肾，肾为先天之本，主藏精，主骨生髓，其华在发。这句话听起来文绉绉的，我用大白话翻译一下，肾就好比咱们身体里的能量银行，是父母给咱们的最宝贵的一笔原始存款，它负责储存精气，这个精气是支撑我们生长发育、抵抗衰老的根本。为什么年纪大了会腰酸腿软？为什么走2步路就觉得腿上没劲？为什么晚上一趟趟的往厕所跑？为什么头发一把把地变白脱落？这都是肾气亏虚的表现。肾这个银行里的存款被咱们取了一辈子，慢慢的就只出不进，越来越少了。心与肾，他们俩不是孤立的，而是关系非常密切的好搭档。中医有一个词叫心肾相交，或者说水火既济。心在上，属火，属阳；肾在下，属水，属阴。正常情况下，心火要往下走，去温暖肾水，让肾水不至于太寒；肾水要往上走，去滋润心火，让心火不至于太旺。这一升一降，阴阳交融，身体就是一个和谐的整体，我们就能吃得好，睡得香，腿脚有劲，精力充沛。可是一旦年纪大了，或者长期劳累，作息不规律，导致肾水不足了，上不去滋润心了，那心火就会在上面干烧，这叫心肾不交，上面烧得慌，所以失眠、心慌、口干舌燥；下面没温度了，所以腰膝酸冷、夜尿频多，所有的问题一下就全来了。那么说了这么多，这个跟咱们今天要讲的小拇指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太大了。
大家千万别小看这根最细、最不起眼的手指头。在中医的经络学说里，咱们的每根手指都连着重要的经络，大拇指连着肺经，食指连着大肠经，中指连着心包经，无名指连着三焦经，而咱们的小拇指，虽然它个头最小，却是唯一一个连接着2条最重要经络的手指。是哪2条？就是咱们刚刚讲的心经和小肠经。小拇指的内侧，也就是靠近无名指这一侧，是手少阴心经的终点；小拇指的外侧，也就是靠着手背那一侧，是手太阳小肠经的起点。您说神奇不神奇？也就是说，这根小小的指头，就像是控制心脏和肾脏的一个总开关，因为小肠与肾相表里，通过经络互相联系，通过刺激小拇指，我们就可以间接的去调节心经和小肠经的气血，从而达到养心、安神、补肾、固本的作用。这叫什么？这就叫小动作大养生。不需要您花1分钱，也不需要您去记那些复杂的穴位，只要用好您自己的小拇指，就能给身体带来意想不到的改变。听到这儿，您是不是已经觉得有点意思了？别着急，好戏还在后头。接下来咱们就掰开了，揉碎了，好好讲讲。每天睡前按一按这个小拇指，到底能给您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首先，咱们来说说对心脏的好处。刚刚咱们讲了，小拇指上有心经走过，心经是干嘛的？它主管咱们的神志和血脉。很多老朋友都有这样的体会，到了晚上，心里总觉得慌慌的，跳得不踏实，或者总觉得闷得慌，得把窗户打开一点才好受。这在中医里，很多时候是因为心气不足，或者心脉不通。您想想，心脏是咱们身体的发动机，如果给发动机供油的管路不太通畅，或者油压不够，发动机是不是就会抖动？一想，咱们的心慌、心悸就是这个道理。而咱们的小拇指，特别是小拇指内侧的指甲根角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叫做少冲穴。它是心经的井穴。井是什么意思？就是源头、始发地，是气血涌出的地方。咱们每天睡前轻轻地按揉这个少冲穴，就等于是在给心经注入能量，帮助打通心脉。当心经的气血通畅了，心火就能顺利地降下来，而不是在那儿干烧。心神得到了充足的血液滋养，自然就能安安稳稳地回到身体这个家里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在坚持按摩小拇指后，发现晚上心慌的毛病少了，睡觉变得踏实了，不再那么容易惊醒了。再来说说对肾脏的好处，这一点可能更让大家感兴趣。小拇指虽然不直接连着肾经，但他手上的小肠经和心经跟肾的关系那是千丝万缕。中医有个说法叫心肾相通，前面咱们已经讲了心肾不交的危害，而按摩小拇指，特别是小拇指的外侧，就能很好的促进心肾之间的沟通。您会发现，很多练传统功法的人，或者是有经验的老中医，都会强调多活动小拇指。为什么呢？因为刺激小拇指可以固本培元，也就是巩固我们身体的根本肾气。肾气足了，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腰有劲了，腿不软了。您是不是有时候从沙发上站起来，得用手扶一下，或者觉得膝盖发酸发软？这就是肾气不足，足骨生髓功能减弱的表现。咱们每天睡前按一按小拇指，就相当于给肾脏这个能量银行里一点点的续存能量。虽然每次存得少，但贵在坚持啊。时间长了，您会发现腿脚比以前利索多了。再来说一个让很多老朋友都特别头疼的问题，夜尿多。您说这晚上睡得好好的，愣是被尿憋醒了，一晚上起来2、3回，甚至4、5回，这觉还能睡好吗？睡不好，第二天血压就容易高，人也昏昏沉沉的，特别危险。为什么夜尿多？根源还是在肾。中医认为，肾主水，负责调节全身的水液代谢，
它有固摄的作用，就像是膀胱的水龙头，能把尿液给关住，肾气虚弱了，这个水龙头就关不紧了，所以膀胱里稍微有一点尿，就想往外排，这就造成了尿频、夜尿多。小拇指上通着小肠经，小肠经跟泌尿生殖系统关系密切，通过刺激小拇指，可以温补肾阳，增强肾的固摄能力。这个水龙头修好了，自然就能一觉睡到大天亮，再也不用一趟趟的往厕所跑了。我认识一位老哥，60多岁，被夜尿折磨了好几年，后来就是用了这个方法，坚持了2个多月，现在晚上最多起来1次，有时候甚至都不用起来。他跟我说，这10年来从来没睡过这么踏实的觉。还有咱们最在意的白头发问题，谁不想拥有一头乌黑浓密的头发呢？显得年轻有精神，看着镜子里的白发一根根的冒出来，心里总不是个滋味。染发吧，又怕那些化学药水对身体不好，咱们还是得从根上找原因。中医讲发为血之余，又讲肾其华在发，意思是说头发的光泽和颜色是肾精和气血是不是充足的外在表现。肾精足，气血旺，头发就乌黑亮丽；肾精亏，气血虚，头发就干枯变白脱落。按摩小拇指就是在培补肾精，就是在补充气血。这就像是给花草树木的根部施肥，根壮了，叶子自然就绿油油的，花朵自然就鲜艳。咱们的头发就是那叶子，那花朵，只要肾精充足了，头皮下的毛细血管循环改善了，头发能得到足够的营养，它自然就会慢慢的恢复黑色，恢复光泽。当然，这是一个慢功夫，不能指望3天2天就看到效果。但您坚持上3个月、半年，对着镜子仔细看，一定会发现惊喜。这种方法比您在外面花好几千块钱买那些不知真假的何首乌产品要安全有效得多。说到这里，您可能会问了，这个方法听起来确实好，那我到底该怎么按呢？有没有什么讲究？当然有，这也是咱们今天这个视频最核心的干货。我把它分成几个非常简单的步骤，您现在要是方便，就可以跟着我做起来。第一个方法，也是最简单的方法，叫捻揉小指根。咱们晚上洗漱完毕，准备上床睡觉之前，靠在床头，用你一只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捏住另一只手小拇指的根部。您注意，是小拇指的最下方和手掌连接的那一节，这个地方是经络循行的关键位置。咱们用指腹由轻到重地，慢慢的去捻揉它，就像是在捻一颗佛珠一样。一边捻，您可以一边深呼吸，心里什么都不要想，就感受手指头传来的那种酸胀感。先顺时针揉上36下，再逆时针揉上36下，然后换另一只手，2只手都做完，您会感觉心里莫名的安静下来，全身都放松了，这就是神收回来了，为入睡做好了准备。第二个方法叫点按指甲角，这个方法更精细一点，刺激的是我们刚才提到的2个重要穴位。您把小拇指伸出来，咱们先找到小拇指靠近无名指这一侧的指甲根角，也就是指甲盖和指肉交接的地方，稍微靠外侧一点点，有一个点，用力按时会有些刺痛，这就是心经的少冲穴。咱们用大拇指的指甲在这个位置轻轻的垂直的掐按，每次掐按3到5秒，然后松开，重复做上20到30次。做完内侧，再做外侧，小拇指背侧也是靠近无名指这一侧的指甲根角，那里是小肠经的少泽穴，用同样的方法去掐按。这2个穴位，一个宁心安神，一个活络通经，一内一外配合起来，对于改善心慌、胸闷以及肩背的疼痛效果特别好。第3个方法是一个进阶版的，叫小指伸缩操。这个方法适合您躺在床上，关了灯准备睡，但是还没睡着的时候做。
怎么做呢？把您的双手举起来，与肩同宽，然后握紧拳头，只把2个小拇指伸直，其余的手指都紧紧握住，然后就靠这2个小拇指做一收一放的伸缩动作，收回来，再伸直，收回来，再伸直，速度不用快，但动作要做到位，做得标准。您一边做，一边可以默默计数，做个50次到100次。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小拇指连着心，这个看似简单的机械动作，其实是在不停地活动心经，引心火下行，相当于在给躁动的心念降温。很多朋友跟我说，往往还没做完100下，哈欠就来了，困意就上来了，手机也不想看了，扔到一边就能呼呼大睡。这就是养心安神最直接的效果。您可能会担心，那我做这些动作，万一方向做反了怎么办？会不会有副作用？这个您完全可以放心。咱们的穴位按摩讲究的是双向调节。什么叫双向调节？就是您心跳快了，它能给您慢下来；您心气不足，跳得慢了，它能给您提上去。它就像一个智能的管家，目标是让您的身体恢复到一个平衡和谐的状态，所以您只要在做的时候，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感受那种微微的酸胀感，那就是最正确的方法。不要用力过猛，把自己掐得生疼，甚至破皮，那就过了。养生，养的就是一个和字，一个柔字。听到这里，您也许会觉得，就这么一根小指头，能有这么大的能量？其实，这不是我在夸大其词，这是咱们老祖宗几千年来留下的智慧，也是被无数人亲身验证过的有效方法。您想啊，为什么有些人年纪很大了，依然精神矍铄，耳聪目明，走路带风？他们不一定吃了什么灵丹妙药，但一定在生活的细节里，有意无意地做对了什么。这个小拇指养生法，就是这样一个藏在细节里的宝贝。它不需要您专门腾出时间，不需要您花钱买器材，更不需要您去学那些晦涩难懂的理论。您只需要在看电视的时候，在泡脚的时候，在床上准备睡觉的时候，伸出手，动动小指头，就这么简单。不要把健康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医院和药片上，真正的健康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的。咱们每一天的生活方式，每一次的抬手举足，都是在为自己的健康投票。您把票投给好的生活习惯，身体回报您的就是好睡眠、好胃口、好精神。当然，除了按摩小拇指，咱们平时也要注意对它的保护。咱们这个年纪，骨质相对脆一些，小拇指又比较细，如果不小心磕着碰着，或者走路摔倒，下意识用手撑地，小拇指是最容易受伤的。所以在日常生活中，走路要稳当，上下楼梯扶好扶手。另外，小拇指也是最怕冷的，因为它离心脏最远，气血最后才能到达这里。如果小拇指冰凉，往往也说明您的心脏功能或者末梢循环不太好。所以天冷的时候，咱们要注意手部的保暖，可以搓搓手，让整个手掌都热起来，这也是在间接的养护它。每天照着做，您就走在养生的正道上了。好，我们来快速梳理一下今天视频的核心观点。咱们身体里最不起眼的小拇指，实际上是连接心经和小肠经的关键通道，是随身携带的养心补肾丸。每天睡前简单捻揉、点按、伸缩，就能有效调理心肾功能，从而改善失眠、心慌、夜尿多甚至白发等问题。这套自然疗法温和、安全、不花钱，是咱们中老年朋友调理身体的不二之选。希望今天的分享能为您打开一扇新的窗户。养生其实没那么复杂，也没那么昂贵，请您从今天开始，睡前抽出几分钟，跟小拇指对对话。别小看这几分钟的坚持，天长日久，您将收获一个睡得香、站得稳、心里踏实的自己。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您觉得本期内容有切实帮助，哪怕只是多了解一个知识点，也请您点赞支持。您的点赞是我继续做下去的最大动力。同时，请一定要分享给您的老伴、老同学和子女。您轻轻一点转发，可能就帮老朋友解决困扰多年的失眠问题，让他们也能睡个好觉。如果您想继续获得更多像这样经过实践检验的、实用的、能真正改变生活的健康小妙招，请您一定订阅岁月安心站。我是吴海波，希望在这个频道里陪伴大家度过最安心、最健康的退休岁月。我们下期视频见。